你现在看到的这几段影片，全部都不是我找动画师，也不是我慢慢剪出来的，是我打了一段文字，按一个按钮 ，AI 自动帮我生出来的文字生成影片。现在 AI 做图做声音，大家已经很习惯了。但如果我跟你说，一篇小说、你写的脚本，甚至小朋友的故事作业，可以一键变成有配音、有画面的动画影片，你会不会有点心痒痒？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就带你一起实测一套最近很多人问我的工具 iMyFone Novi AI 自动生成动画、文字生成影片、AI 生成影片。我会从下载安装开始，实际把一段文字变成影片，中间也会跟你说，我觉得它爽的地方在哪里，雷的地方又在哪里，最后再讲清楚，什么样的人值得用，什么情境不要勉强自己。如果你对 AI 自动生成动画这种东西有兴趣，先帮点个喜欢。成果 Demo。 在正式教学之前，先给你看一下我用 Novi AI 做出来的成品长什么样子。这一段是我丢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大纲，例如，在一个永远白天的城市，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夜空的故事。Novi AI 帮我做成了一整段有分镜、有配音的卡通短片，而且每一个画面都是它先用 AI 生成图片，再转成有动态效果的影片。你会看到镜头移动、轻微的推拉、小的眨眼、画面晃动，不是单纯的 PPT 放大缩小那种敷衍，这点我觉得还蛮加分的。等等，我会用这个脚本再从头实际操作一次给你看，包含文字丢进去、选风格、生成图片、转成影片、汇出成档案。2. 安装与界面介绍。好，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怎么安装开始。第一步，进官网，在浏览器输入他们的繁中官方网站。第二步，下载电脑版，往下滑你会看到免费试用版和完整版的价格区块，右边也会有线上使用跟立即购买的按钮。这边我们先按下载 Windows 版或 Mac。第三步，安装程式，下载好之后就是很标准的安装流程，按下一步同意安装，基本上不用特别调设定。等它跑完，桌面上就会多一个 Novi AI 的图示。打开程式，打开后会看到界面非常简洁，点制作新影片后就是 Novi AI 主要功能，文字转影片 Text to Video。 2. 确认界面语言，预设如果你是从繁中网站下载，大多会自动显示繁中，但如果没有，右上角可以切换语言，选中文繁体就会看到所有按钮，说明是繁中的，对台湾用户会友善很多。3. 基本概念， Novi AI 在做什么？在实际操作之前，先用一句话讲清楚。Novi AI 做的事情，就是把文字变成有声有画面的影片。官方的定位是 AI 文字转影片工具，你可以丢故事、脚本、文章、部落格内容，它会先帮你拆成一段一段的场景，生成对应的图片，再自动把这些图片变成有动态效果的影片。你中间可以插手调整分镜、图片、配音和音乐。它的使用场景，官方列出几个蛮典型的，像是 YouTube 影片创作者要做儿童故事的家长，还有行销人员做广告、产品故事等等。简单说，如果你脑中有故事，但你不会画画也不太会剪片， Novi AI 就是想帮你把脑中的电影拉出来的那个工具。4. 实作笔，文字、剧本与场景设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实际来做一支文字生成影片。建立新专案，在主画面这边，我们先选建立新影片。如果你已经有完整脚本，可以直接贴上，或者右边这边有 AI 故事创作可以使用。再来是选语言，这边要特别注意， Novi AI 官方支援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。再来是选择故事风格，我们选择浪漫，这边我示范一个简单的故事大纲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脚本。在一个永远白天的城市，小女孩第一次看到夜空，才发现原来黑暗并不可怕，而是让星星有机会发光。点击继续就会生成分镜，接着选影片比例，上方这里可以先选影片尺寸，像我现在要做的是 YouTube 影片，所以我选16:9横式。如果你要做 Reels Shorts， 就可以选9.16分指示。再来是选择配音，
中文有蛮多可以选择的。接着选择影片风格，选择这个粘土风来试试。设定好之后，我们就按开始生成或 Create Video， 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把一篇小说级别的文字转成影片草稿。当然实际速度会跟你文字长度、网络环境有关。5. 实作 Part 2， 调整风格、换图、加配音。生成完第一次草稿之后，不要急着汇出，真正好玩的在这里，可以替换图片微调分镜。有时候第一张图 AI 给你的结果，你可能会觉得角色长得怪怪的，跟你想象的氛围不太一样，或是细节不对，这时候你可以直接按换图或重新生成。接着是图片转动画，可以选择单张转跟所有图片转换，配音与背景音乐。接下来是我个人非常在意的一块，配音跟音乐。Novi AI 自己有提供 AI 配音的功能，你可以选不同语音角色、不同语言，像是成年女生、少年声线等等。优点是，你不用自己录音就有完整旁白，对于只想测试概念或大量产故事影片的人来说超省时间。但缺点也要实话实说，声音还是有一点 AI 的感觉，不会到完全像真人，情绪比较平。比如该哭该爆笑的地方，他不一定抓得到。背景音乐及文字都可以修改调整，所以我自己的做法会分2种：一、快速产量测试市场，直接用 Novi AI 内建配音，把影片做出来先丢上去看反应；二、要做重点作品品牌片，我会把影片汇出，再用自己录音或别的文字转语音工具重新配一版声音，这样情绪会比较准。背景音乐则可以在这边调整音量，调不同风格。如果你怕踩版权，可以直接用工具内建的音乐库，通常都已经处理好授权问题。第字幕与细节修正，最后一段就是字幕跟小细节，确认每一幕画面的文字有没有错字，字幕大小位置会不会挡到重要画面，颜色在手机上看会不会太淡。这些东西听起来很琐碎，但对于观看体验，尤其是小萤幕观看来说影响非常大。6. 汇出影片实际播放，都调整完之后就可以来汇出了。设定档名、存放路径，按下开始。官方文件有强调，生成影片本身是不会加水印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拿生成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、TikTok 这些平台使用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刚那段永远白天的城市故事，完整从文字、图片、影片的效果，整个流程下来，你会发现最花时间的其实是你自己在调整细节，生成本身是相对快的。我们来看影片成果吧。在一个永远白天的城市里，阳光从未落下，人们早已习惯了没有影子的生活。街道永远明亮，时间彷佛没有尽头。小女孩露娜从未见过黑夜，只从长辈口中听过关于星星与月亮的传说。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小光点，被描述的像是遥远又神秘的精灵。某天，一场从未被预料的天文异象悄悄发生，城市的天空第一次变得深蓝，日光冰冷地收了回去。人们慌了，跑了，吵了，街灯开始自动点亮，仿佛世界被按下了陌生的开关。而露娜却在骚动中静静抬起头，被眼前的景象镇住。无边的黑夜像丝绸般展开，深得能吞没整座城市。但黑暗的中央，1点、2点、上万点荧光开始出现，那些他听过却从未真正相信过的星星，此刻正轻柔地闪烁。露娜心中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莫名的温暖。她伸出手，仿佛想触摸那些光点。她突然明白，那些大人所害怕的黑暗，其实是星星们等待了很久的舞台。人们终于从惊慌中缓下脚步，看到露娜的微笑，也抬起头着见夜空的美。原来黑暗并不是怪物，而是另一种世界的开始。就在那一刻，露娜成为全城第一个理解夜晚意义的人。黑暗不是夺走光，而是让光的存在变得更加明亮。
从此以后，永远白天的城市第一次拥有了夜空。城市的人们学会在黑夜里仰望，而露娜也在心底悄悄许愿，愿这片星空永不被遗忘。7. 线上版本简单提一下，前面示范的是电脑版，但其实 NoVAI 也有线上使用版本，你不用下载程式，直接在网页上就能做类似的事情。像这个页面上面一样可以选 Story to Video、Image to Video、Text to Video， 底下有影片尺寸、语言、文字输入框，流程基本跟桌面版很像。我自己实测的感觉是，如果你是在外面临时有灵感，只想快速测试故事大纲，线上版就很方便。但如果你要做比较长、比较精致的影片，还是电脑版比较稳，操作也比较顺手。8. 优点缺点，实话实说。优点：1. 入门门槛超低，你完全可以不会剪片、不会画画就开始玩，打字按开始等 AI 生影片。对爸妈、老师、YouTube 新手来说，是很友善的一条路。2. 对长内容特别友善，有些文字转影片工具，文字输入限制很小，但 NoVAI 主打可以处理比较长的故事小说，还内建了 AI 写作小说资源，等于你就算没有脚本，也可以让它帮你先生故事再生影片。3. 支援多平台多语言，官方有写，它支援 Windows、Android、iPhone 等装置，而且影片小说生成可以用包含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，对想做国际版频道的人来说蛮有想象空间。4. 影片没有水印，这一点对创作者来说很重要，因为有些免费工具会在角落印一个超大的 logo， 你要商用就会很尴尬。NoVAI 官方是明讲生成的影片不加水印，这一点是加分。5. 速度对得起实验2个字，官方举的例子是大约1000字左右的小说，5分钟上下可以变成影片，所以你可以一天丢很多不同题材进去测，看哪种故事观众更有反应，再决定要不要花时间精修。缺点需要心理准备的点： 1. 金币制付费门槛，它有免费试用版，但使用是走金币制的，新用户会送一些金币，你可以先玩先试，之后如果你真的要产大量影片，就会碰到要充值或买会员的问题。如果你只是偶尔玩玩，免费金币可能够用，但如果你打算靠这个大量开发故事频道、盈利频道，就要把它当成正式创作工具的固定成本来看。2. 画面风格还是偏 AI 化那一挂，目前整体风格还是偏插画、动漫、卡通，不会是那种完全写实真人风格，所以它非常适合儿童故事、轻松动漫、幻想小说。但如果你要做企业形象片、真人产品广告，我会说你可以用 NoVAI 先做份近概念，可是最后成片可能还是要真人拍摄比较好。3. 剧情节奏画面对嘴不可能完美，虽然它会帮你猜场景，但 AI 不会完全懂你故事里的情绪节奏，像是前面要铺陈久一点，这一幕要突然爆点之类的，你还是要自己手动调场景时间。配音对嘴就更不用说了，现在还没有做到像电影级别的 lip sync， 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超级讲究，就要用它当快速打样工具，最后成品可能还是得自己剪。4. AI 毕竟不是你，它只是帮你省时间，这点我觉得是所有 AI 工具都一样的通病，它不会替你决定说什么故事，它只是帮你把故事做出来。如果你本来就完全没有内容，也没有想法， NoVAI 当然可以帮你生一堆故事小说，但那种东西会不会真的打中你的观众，就是另一件事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这次实测 iMyFone NoVAI 的完整流程，从安装、文字生成影片、图片转影片、配音调整，到最后绘出成品，也跟你讲了我自己觉得好用的地方，还有哪些地方不要抱太梦幻的期待。如果你本来就对 AI 自动生成动画、文字生成影片、AI 生成影片有兴趣，也想试试看把你脑中的故事变成真正的影片，可以自己下载来玩玩看。影片下方第一行我有放 iMyFone NoVAI 的合作连结，另外也有几篇他们写的教学文章跟一支官方影片，想深入研究的可以自己点进去看。最后，如果你还想看我测试其他 AI 影片生成工具，
或者想看我用 NovaAI 做一整个系列的故事频道实验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。